前幾天，一個賣奶茶的品牌茉莉奶白被 LV 起訴判賠1030萬這件事兒討論特別多。網上主流的聲音是，LV 自己不也借鑑了中國古代的紋樣嗎？憑什麼反過來告別人呢？很多人覺得 LV 就是一個偷別人東西的品牌，居然還有臉告別人抄它。然後呢，這個事兒慢慢討論，大家就是去挖掘中國古代的紋樣啊，然後一些相關的證據啊，這事兒慢慢就演變成了一場愛國主義式的聲援，是对這個茉莉奶白的聲援啊。但我覺得這場討論的焦點有點跑偏了，大家都在爭論 LV 的老花到底是不是抄了中國傳統的紋樣，但我覺得更該問的問題是，茉莉奶白們為什麼非要蹭這個圖案不可呢？在我看來，不管是之前的霸王茶几，還是這次的茉莉奶白，這種就是霸王茶几，大家知道它的包裝也模仿了就是迪奧的那種圖案嘛。這種大量借鑑奢侈品視覺符號來做這種營銷的行為，本質上我覺得就是一種傍大牌。如果這種賺快錢的途徑，最後反而被大眾叫好，而且還被當成民族之光來力挺，那我覺得這才是中國商業和中國文化真正的悲哀吧。咱们先来把这个事實捋一遍啊。茉莉奶白呢是個奶茶的品牌嘛，它在2024年因為品牌改版換上了現在的這個四葉花的 logo， 然後呢，它還自己去主動為這個四葉花的 logo 申請了商標，結果直接被商標局以存在註冊障礙，也就是說因為跟那個 LV 太像為由駁回了。駁回之後呢，品牌方他依然在用這個 logo， 並沒有撤回，反而在全國的幾千家門店、上億個杯子上大規模的繼續使用這個圖案。然後今年的2025年的5月呢 ，LV 就正式起訴了他。然後今年7月份就做出一審判決，別說這個判決還真挺快的。然後判決的是這個茉莉奶白賠1030萬。我自己是去年出國前基本沒聽過這個牌子的，霸王茶几我知道，但這個茉莉奶白確實沒什麼印象。然後前幾天我回了趟北京，在那個通州的運河西岸那邊，它是一個這2年新開的一個商業區吧，就是在一個那個通州的運河邊嘛，這個運河邊聚集了很多高品質的這種咖啡奶茶店。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茉莉奶白的門店，我當時看到這個門店，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不就是 LV 的 logo 嗎？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四葉花跟中國的這個傳統文化跟中國的古代的那個紋路有關係啊。我想大部分路過看一眼的普通人第一反應應該都跟我一樣。如果你說你是因為沒文化才看不出這是傳統紋路，那我覺得這就是抬槓了。我不想在這個層面上去糾纏，我也不是要替 LV 去主持什麼正義。LV 自己抄別的奢侈品包型也不是1次2次了，除了那幾個經典款，這幾年出的新包說實話也挺一言難盡的，但是我覺得那是另一回事兒，也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內。就這件事兒呢，我真正反感的是什麼？是現在這種網絡風氣和生意邏輯，就被硬扯到保護傳統文化上、弘揚中國文化上去了。之前那個 Lululemon 也是。先說個前提啊，不管是幾何圖形、花卉紋樣，還是對稱的這種構圖吧，這些東西我覺得本來就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就是在以前這個東西方在紡織啊、建築啊、瓷器啊，就是藝術啊等等方面，它互相影響、互相借用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所以你說這個老花，就是 LV 的這個老花有沒有受過中國傳統圖案的影響？我覺得肯定是有可能的，這個我不否認。但重點從來不是這個圖案歷史上是從哪兒來的，而是當一個普通消費者今天看到這朵花，他腦子裡第一反應是，這是唐代的寶相花，還是這是看着像 LV 的一個東西？答案很明顯，對吧？某個視覺元素有歷史來源，不代表你可以照着現在某個品牌的樣子去做，還辯解說我這是使用了中國的傳統元素。就比如說格子、條紋、玫瑰花案、什麼百合、茉莉這些花的圖案，都不是哪個品牌發明的專利。如果說你在做一個品牌的營銷的時候，你的排列營銷設計的時候，你的排列方式、整體氣質擺明了就是在往這個奢侈品上面靠，那就已經不是圖案的重疊了吧，而是在蹭別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花錢、花時間、花設計成本積累出來的識別度和聯想價值。就說現實中很多圖案，它不管出處是唐代、宋代或者更早，
只要你在今天的商業語境里已經跟某個品牌深度綁定了，那它就是那個品牌的。比如說，你說格子，棕色的格子，咖色的格子，你就会想到 Burberry。然後你看到橘色的東西，就是愛馬仕的那個橘色，你就會想到愛馬仕。然後双 C 你就想到香奈兒，黑白你就想到香奈兒。然後说到这裡，说到香奈兒，我曾經看過一個紀錄片啊，它那個雙 C 標誌有一個比較主流的說法，在那個紀錄片裡說的是 Coco Chanel 小的時候，他因為是在孤兒院嘛，然後他看到那個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圖案，就是對自己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後来他就把这个图案設計進了自己的 logo 裡面。如果你想要一個新的品牌，他也用黑白配色雙 C 的這種圖案，然後跟消費者解釋說，我這個靈感來自於一個玻璃窗，那跟香奈兒沒關係，那我覺得這個顯然是掩耳盜鈴嘛。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茉莉奶白這是一樣的，就是故意去用一個已經被某個品牌用了幾十年上百年，大眾一看就能對得上號的符號，這種商業行為真的值得被鼓勵嗎？我個人覺得這次法院判的挺公道的，不管 LV 這個圖案歷史淵源到底是什麼，你法律保護的我覺得肯定不是這個花紋本身，而是說經過長期商業使用後形成的品牌識別度。而且茉莉奶白是在就是明知這個商標被駁回，明知有侵權風險的情況下，還是選擇在就是它的幾千家門店裡硬着頭皮使用，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故意了吧，也不是什麼不小心我用了一個中國元素，然後不小心跟這個 LV 的 logo 撞臉。我覺得就是輿論呢真想保護弘揚傳統文化，這個勁兒不應該是使在這兒，恰恰相反應該抵制這種投機取巧蹭大牌的營銷方式，因為它傷害的是整個消費行業的原創能力，就是原創設計能力。對那些真正想做傳統文化表達的創作者來說，我覺得也不公平。為什麼這麼說呢？你先看這個品牌方這麼做的生意邏輯啊，他不管是霸王茶姬還是茉莉奶白，他們用這些圖案的目的是真心想做復興咱們東方的美學嗎？很顯然不是。中國的傳統花紋、傳統紋樣千萬，憑什麼要挑一個非得跟某個奢侈品牌強綁定的圖案來用呢？就那目的很明顯嘛，說白了，品牌方要的就是那種看起來像奢侈品的那種既視感，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就是為了我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圖案之類的。我覺得如果真心想做傳統文化，為什麼不去挖掘那些還沒有被註冊真正屬於中國的這種紋路或者是花紋呢？說到底，這些茶飲品牌是在借用大眾已經被這些就是大牌奢侈品訓練好的審美聯想，就是奢侈品自帶的那種高級貴的濾鏡，還有我可能我花個10幾塊錢20塊錢就能沾點這種就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消費心理吧。可能有人會問了，那路邊2元店賣老多這種仿冒的 logo 的商品，衣服鞋各種各樣的，那為什麼大家不會覺得高級啊？為什麼大家不說這個是侵權呢？你就說這個茉莉奶白是侵權，這其實有個關鍵區別，就叫品牌聯想。那比如說那些2元店或者是那種小店裡面，明擺賣的就是假貨，它不存在什麼品牌聯想的空間。但這些茶飲品牌不一樣，你看那個霸王茶姬跟茉莉奶白，他們基本上都開在高端商場裡吧，裝修非常精緻，然後他們的廣告片拍得非常有質感。就這一整套下來，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它是個高級的東西。那既然明知道會讓人聯想到另外一個品牌，那還要這麼做，那這種本質上不就是蹭嗎？而且茉莉奶白是在這個商標被駁回，明知就是這個商標不能再繼續用的情況下，還繼續使用這個商標。如果說這種用奢侈品視覺符號包裝幾十塊錢產品的打法被默許，甚至被效仿，那你想會出現一個什麼局面？那就我覺得滿大街就是 LV 的奶茶店，或者像香奈兒的麵包店，像 miu miu 的花店，沒有人會去做認真的設計了，也沒有人認真的去做品牌了，整條街就是滿大街就會變成一個大型的高仿風的一個街道，一個櫥窗，對吧？這種營銷手段我覺得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見效特別快。做一個真正的品牌呢，最難的部分就是原創設計。有了原創設計之後，你還需要長期的審美積累、穩定的品牌表達，這些都需要時間和真金白銀，一點一點讓用戶記住你。我覺得就是這是一個成本極高極高的事情，甚至還有大概率會失敗。
可如果直接蹭一個大家都認識的视覺符號，奢侈品的這種品牌的 logo 或者它的一個，對，就是它的一個視覺符號吧，就能賺快錢，甚至蹭了以後不僅不用付出代價，還能收穫網友們的民族情緒的聲援和銷量的暴漲，那還有誰願意花大價錢花時間去老老實實的做原創呢？還有誰會認真的做設計，認真的做品牌呢？更別提什麼東方審美的原創了。也別提什麼弘揚中國文化了。我覺得這樣的話，市場只會一步步走向一種畸形競爭，就是大家都是投機取巧，都是賺快錢。其實中國有5000年的文化，能開發的原創图騰多的是。你支持國貨，保護傳統文化當然是好事，但不應該變成無底線的護短吧。真正的愛護是應該去鼓勵那些好產品、好設計、有辨識度的原創表達，是去支持那些認認真真一點一滴把品牌做起來的人。我覺得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中國的奶茶品牌真的做出了一個讓後来者反而爭相模仿的原創設計，甚至讓國外的品牌爭相模仿的原創設計，我覺得那才是真正值得我們驕傲、值得被保護的東西。